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晕染基础理论的要点，就是在晕染之前，我们哪些知识是要知道、要必备的。然后接下来大家再按照课程的顺序，逐个去看一下晕染里面多种技巧的实操方法啊。实操方法，首先是第一个，我们在做晕染的时候，工具会用到哪些？首先是彩绘笔。一般来说，做假面的晕染用到的彩绘笔呢，就两支，一支圆头笔或者是平头笔啊，圆头光疗或者是平头光疗笔。其实像做这个出局笔啊，还有万能笔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运用进去的。也不一定是说所有的晕染款式只用到这两支笔，只不过大面积的铺色多数是以这两支笔为主。所以说我这是写了一支光疗笔，然后圆头或者平头等。然后如果小面积只是局部一点点的晕染，我们就可以用到一支小小的圆头，也就是出局笔。然后如果用到的这个胶呢，一般来说是甲油胶，比如假面要叠加颜色，对吧？我们想要往上去叠加颜色，那这个颜色甭管是罐装胶还是瓶装胶都是可以去操作的，不是说只能罐装胶或者只能光疗胶，或者某种方法只能罐装胶或只能这种瓶装胶，不是啊，都是可以的，只不过每种胶它的质地粘稠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操作中可能说这个下笔力度会稍微有点区别，所以说色胶的话不限，然后那用到的功能胶啊，最常用的底胶呢，它有几种作用。第一个是用来润笔，第一种是可以用来润笔，比如说我们光疗笔太干燥啊，有分叉，我们可以用它去润笔，代替了润笔凝胶，就不需要额外去买。然后也可以用它来洗笔，这个洗笔指的不像用洗笔水去洗，而是把笔里面有适当的颜色，在我们操作过程中，笔里面有多多少少没有擦干净的颜色，可以用底胶润一下，润完笔之后，它的颜色再擦就好擦了，是这一个洗笔啊，非传统意义中的洗笔。然后就是底胶的一个作用。另外，加固胶或者流品胶，它们两个是有点类似。比如说，有的时候做晕染，大面积的晕染，像这两种胶适合去做大面积晕染。比如说整个假面，整个假面我都要去给它晕开，那么就可以用借助晕染胶、加固胶或者是流品胶都可以做这种风格的啊，我再写一个晕染胶，我加到中间。好了，那光疗胶是做什么呢？光疗胶一般是我们去操作一些偏纹路类的纹路类的这个晕染，比如说我给大家教程里面说过的这个油画晕染，油画我只是把这个大类用一个名字来表示，但实际上操作中，每个美甲老师可能给大家的名字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只要是偏纹路类，让这个颜色边缘不够那么虚化的，那么就可以用到光疗胶啊，那除了这个胶和功能胶类的以外，还需要另外准备一些其他，比如说湿棉片。湿棉片是啥意思？就是我们平常的干棉片去蘸湿，这个湿蘸的时候用什么呢？用清洁水，就也叫做洗甲水啊，这个都可以。它的主要作用也用75酒精也是可以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笔上去掉多余的胶，擦除掉多余的胶。是不是写错笔字？擦除多余胶啊，来这儿。好吧，一般湿棉片来操作。如果用干棉片去擦笔的话，你们的光疗笔上一个会发黏，另外会沾上一些小颗粒，比如说这个棉片干燥的，你是肉眼我们看不见上面有没有脏东西的，对不对？但是因为笔上有胶，毕竟是胶嘛，它是有粘性的，所以在擦的过程中，有可能把这上面的那个粉尘呀、颗粒呀，就弄到了笔上去。那么在做指甲的时候，甲面是不是就不平滑？所以尽量用湿棉片去擦笔啊，湿棉片擦笔，这是我们做这个晕染会用到的一个基础工具。另外，在晕染的时候有几种手法以及手法上的注意点需要给大家实操一下。什么叫做晕染？啊？晕染实际上就你比如说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看起来好像就是几种颜色混在一起的感觉。再比如说，大家想象，有画过画吧，对吧？在这取一盆水，把很多颜色滴进水里面去，它自然而然出现的混色以及出现纹路的那种形状，我们称之为晕染。晕染呢，它的技法不仅仅只有一种，比如说干晕、湿晕，然后还有一些名字叫空气晕染呀、油画晕染，还有什么这个云雾晕染，对吧？云雾实际上跟空气晕染是一样的啊。还有用水彩呀、用晕染液、用晕染胶、用光疗胶分别怎么操作？其实这个操作技法比较多，但是大家只要掌握好接下来给大家说过的这3种基本注意要点，剩下的大家再看其他课程会发现，接下来的技法是通用的，啊。所以说大家看一下。来看，这个是一滴透明的水，然后滴进去了一滴墨，然后它自然而然会晕染开啊，自己会晕染开。那现在看到的这个状态，边缘是比较清晰的。那过一会儿有可能边缘会变成虚化状态，就是我们说过的空气晕染或者是云雾晕染。但像这种状态，就相当于我们做过的这种偏纹理状的，对不对？像这种，它就是有没有那种滴进去的感觉。所以说，用不同的操作技法可以做出不同的这个晕染效果来啊，好了，来我们来看第一种这个小技法。
第一种小技法就是手法上，我们应该注意哪几个要点？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在晕染的时候角度问题。在这给大家说这三个度之前，需要大家记住一个点，在甲面上拿一个甲面，我们的一个铺胶量决定着我们晕染面积的大与小。同样一个甲片，随便画一下啊，同样一个甲片，如果我在上面点色胶的时候，我点的这么大。对吧？那我们在借助这个胶向周围去过度晕染的时候，它是不是几乎占满了整个甲面，对不对？那当然我把这个胶珠，哎，我在点色胶的时候，我就点这么一块，这里再点上一块，对吧？适当的来一点。那同样它在晕染开，用同样的手法的情况下，是不是它的面积就要比它小，对不对？所以说注意一点，除了手法以外，额外给大家写一个，就是我们的铺胶量，也就是说铺胶量决定着甲面颜色面积的大与小，铺胶量决定甲面颜色面积的大小啊，甲面颜色面积的大小。所以说大家把这个要点注意到，以后不要说我拿过来一瓶胶，我上来我就随便去点，我明明就想要让这个颜色在局部有这么一丢丢，哎，但是呢，你也不去刷这么一点颜色，而是我要一丢丢，我去刷到这儿。那你想想，当你甲油胶颜色上色度比较好的情况下，颜色比较实的时候，我们要给它过渡开边缘。边缘再虚化，是不是占满了整个甲面，跟涂的颜色是不是就有点接近了？涂完整个颜色有点接近了。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要点，大家要注意啊，大家要注意。好了，来看我们去看手法的这三个要点。第一个角度的问题，甭管大家用的是平头笔也好，圆头光疗笔也好，都是如此。我先把一滴胶啊，点一个色块，注意点色块的时候，大家不要拖成这种细细长条状，长条状过渡完之后。边缘它依然也是一个偏长条状一点点，除非你自己能控制好，我能把它拉长，对吧？那一般来说，晕染做这种长条状显得都不是很精致，所以说在操作的过程中，在晕染的这个点色块的时候，额外再写一个吧，就是点色块的时候，尽量偏块。什么叫块？这个叫块，对吧？不要长条，长条是指什么？指的是这种。就是尽量以块为主，块状的晕染为主，它扩散开会比较好看。另外，我们再去走的时候，一定注意好这个色块的形状，也就是这个形状呢，不要说是很标准的圆，或者很标准的大家刷了一个方形，尤其是大家作为新手的话，刷成这两种形状都不太好操作。所以说我们在刷形状的时候，哎，我可以随机一点点，对吧？有细有粗。那我在甲面上同样再来看，我在甲面上我想做一个对角晕染的话，相当于这有一个角，这一个角，两个角对着嘛。然后这边我点一个色块，对吧？是不是一个色块？然后下面我要点色块，我可以点到这儿吗？可以。当然，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把这个位置用细的胶把这个两边的地方做一个连接。也就是说，这个形状大家首先要控制好，做出来的晕染也是会受影响的，好不好？这是刚刚说过的这个问题，稍微补充了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去看甲面的这个角度问题，就是同样去铺胶一个色块来看，同样随便点一个小色块，点上去之后，如果我们的这个角度。我们的笔啊，在用的时候力度角度是直起来的，用平常刷胶的这个力度去刷，有没有发现这部分的胶被刮走了，对不对？然后这个颜色分界线会非常的明显，那就做不出那种渐变效果或者由深到浅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来注意笔呢要怎么样平铺着去过渡啊。看从这个位置，比如说看这边吧，比如要把这个颜色边缘给过渡开，那么我们把这个笔放到这个胶中间，偏中间一点点，来平铺往外去扫，看平铺往外去扫，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一个角度问题，就是想让这个颜色过渡自然的情况下，手法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的角度尽量要平铺，不要立起来，尽量要平铺。如果立起来的情况下，胶会被刮走，大家自己去记啊，胶被刮走。好吧，所以说第一个要点就是角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刷胶的力度，因为我刚刚这里说过了，甲油胶大家可能用的是瓶装胶或者是罐装胶，针对不同的胶，同样再去过渡颜色的时候，可能使用的力度大小会不同。用这个稍微稀一点的胶，我们去过渡出来，是不是轻轻的往外刷就很好刷？但反而用到一些比较粘稠的胶的时候，来看，比如说这是一个罐装胶啊，我随便点一个颜色。那我再往外拖的时候，我如果很轻，有可能拖不出来，或者说边上的纹路感太强，因为胶比较粘嘛，所以我们需要来往外，是不是稍微力度要大一点？但是遇到一些比较好刷的胶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瓶装胶偏稀，
平房胶偏稀，那么我们用很大的力度去刷，很容易怎么样把这个胶给它刷出这种纹路边缘，就把胶给刮走，就把胶给刮走。所以说，针对不同的胶，我们要适当的去调整咱们刷胶的力度。你看，当把这坨胶我去轻刷平刷的时候，它拖出来的这个面是不是就比较光滑、比较平滑的，对不对？所以说力度的问题，大家要多多注意，力度要多多注意。来，力度要怎么样？力度一定，要不然轻一点带胶，轻带胶。如果说是颜色粘稠的这种啊，粘稠的可以适当加力，可以适当的去增加力度，这是在这个力度上的控制，力度上的控制。第三个就是弧度的注意，弧度，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弧度？我们在去晕染一个色块边缘的时候，我在这上面举个例子啊，能看清，比如说点好这个色块，对吧？我们想要给它过渡开边缘，是不是我们要往外去从这个。要从哪里去带胶？注意看啊，不是指过渡边缘，就是在带的时候，千万不要小面积的去带。带完，你看边缘又是一个很规则的形状，就是偏整齐一点点，不要这样。从边缘线以内开始往外去把这个胶给它拖出去。我这边是偏齐一点的话，我这边可以拖长，这边我就拖的稍微短一点，让它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状态。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颜色边缘一定要给它拉出一定的长度，可长可短，可长可短。第一种呢就是拉直线啊，第一种就是向外。用拖直线的方式往外去拖，可以吗？可以，没问题。那如果像我们做一些这种做一些大面积晕染，做一些这种偏纹路状的时候，是不是你看一下表面的这种纹路，它是有一些弧度的？如果全是拉直线出来的效果，肯定不能出现这么轻柔软软的感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再往外过渡啊，手法要怎么样？放上去之后，我们不要说是从侧面去给它打弧度，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卡在这个边缘线。我们先往下去带胶，带好之后往右边去划一下，就相当于写一个 L， 看，就这种先拉直线，再往这边拐，可能拐的没有这么大啊，可能也就是轻轻往外去甩一点点，但是千万不能从侧面就横进来，这样做完你甲面的胶就没了啊。所以说往外过渡的时候，第一种手法我们可以向外拉直线，短的长的啊，平铺力度大家自行控制。第二种呢，我们在过渡的时候，这个笔就是怎么样，可以向外拉一条直线，拉一条弧线，对吧？也可以打个死弧度。往这边去控制，就是弧度是大家自行控制的，但是角度上还是要平铺，尽量偏平，不要立起来。用笔尖或者太立的话，胶就会被刮走。力度呢，根据胶的质地去调节，有的透色胶和实色胶又不一样，罐装胶和瓶装胶又不一样。第三个，弧度的问题，多以直线为主啊，直线会偏多，但是也可以走一些这种小 L 型，但是不是说画一个这种从侧面直接过来的小 L 也好，然后一个偏 C 弧也好，但是千万不要弧度拐的太大，除非你款式需要，好吧？这是弧度上的。另外，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使用之前，你看一下啊，这里我给大家标注了一下。我们的笔是需要去润笔的，然后有的这种大家之后去看干晕和湿晕，它的润笔方法需不需要润笔，它可能会有点不同。但是这里我要跟大家说到，只要是做晕染，我们的光疗笔一定要提前润笔，不能说笔是很干燥就容易有刷痕。但是笔越柔软，刷出来的那个甲面就越干净。怎么去润笔啊？刚刚这里不是说了吗？可以借助底胶，用底胶，我们在甲面上，在调色纸上滴上一滴胶，然后来。看一支光疗笔，现在它是一个分叉状态，是不是特干燥，而且容易打弯也回不去？那么我们这个用笔的前端1/3或者1/2处，也就是不要把站到笔根啊，就是把前端的那个部分压进去扭一扭，反过来压进去扭一扭，好了，这就可以了。基本上这就润笔完成。如果感觉胶不够，那么我们可以再来一点，好吧，在旁边。这个润笔完成，这就是我们的润笔动作，然后在操作途中，再给大家说一个点，在操作过程中，你看拖出这块胶来之后，边缘是不是特别实？对不对？特别实。那我们想让拖出来的这个胶边缘干净柔一点，就是雾状一点点，看不出来渐变嘛，由浅到深，从慢慢由实色胶慢慢一直到没有。所以说做这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勤擦笔。擦笔的时候还记得用什么吗？擦笔的时候用什么？湿棉片去擦。湿棉片啊，可能只会湿。来，把湿棉片把笔上多余的颜色擦掉，稍微润一下笔，润干净之后。笔上没有过多的胶，再去把边缘进行虚化，你看是不是颜色越来越浅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操作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写到这里了啊，写到这一点，这一个手法，这一个信号，但凡画信号的都是标重点，就是我们要勤擦笔，甭管大家用的是哪种方法，会用干晕也好，湿晕也好，但凡是大家在做晕染，想让甲面干净。无刷痕的情况下，就是把刷痕尽量变淡的情况下，勤擦笔，然后润笔，然后再去把边缘去进行过渡，
好吧？所以说在这个理论要点里面，基本上会用到的以及容易出问题的都在这里了，而且一些细小的问题我也都给大家做了解释，大家去看一下，啊。然后我这个呢，在甲面上咱去实操一下，大家来看，就是怎么去进行操作。首先色块咱说了，不要去拉细长条条，对不对？我们管想在哪里有颜色，颜色面积的大小决定涂色面积的大小，来叠上去。对角也好，你也可以先点一个色块，然后取光疗笔，光疗笔要干什么？要润笔，对不对？要润笔，润好笔之后。平铺，再来看这个角度平铺，不要立起来，从边缘线的内侧，开始把这个胶给它拖出去，在拖的过程中可以拉短的，也可以拉长的，不是所有的晕染边缘都是很整齐的啊。拖出去，先把色块边缘给它拖开，你想哪里有颜色就把胶拖到哪里去，然后上面的话反过手来啊，不要转甲片，反手去练习。好了，色块的边缘不一定边缘都要过渡开，可以适当保留实色区域。那这个时候边缘是不是有点实？我们要把它过渡干净的话，这个时候干什么？需要用到湿棉片，把底上多余的胶擦干净，再去适当蘸一点点底胶啊，也可以把底胶擦干净，再单独把这个边缘的地方再次过渡一下。你看是不是就虚化开了？就比刚才就干净很多。所以做晕染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全部虚化啊。当大家需要虚化的时候，就用这种刚刚说过的这些方法。然后另外再去过渡边缘，拉这条线的时候，反过来先看这儿，手法它的弧度，我们是不是可以？你看拉直线可以吗？可以，拉短的、长的，大胆做啊，不要小心翼翼，大胆做也可以这样，拉一条弧线，打个弯拉弧线啊。所以说这个手法角度上，哎，基本上问题点就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然后画弧线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竖着向下刷没问题，但如果侧过来去刷的话，因为甲面有弧度，所以说我们这样去走很容易把这块胶刮走，这边又刷不上颜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左右手配合，就是顺着它那个弧度去过渡一下，好吧？大家去实操一下啊，把这些理论要点，我写了一张纸上，大家把它写的分散开一点点，理论要点一定要记清楚，然后接下来再配合我们之后的这些课程去进行实操。